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画一幅呈幅的这样一幅梅花的作品。那么我们既可以画成横幅的也可以画竖幅的，包括方形的，就是这些尺寸的题材的话呢，我们可以随意一些。那今天呢，我们画一幅尺寸稍微大一点的也是35乘以60厘米的这样一个尺寸。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张宣纸的话呢，我们开始着手一个绘画前的准备工作把这些工具先准备好，然后呢，需要考虑一下整体的一个画面的一个构图一个布局，整体的梅花的枝干朝哪个方向长从哪儿长。那么呢，尺寸稍微大一点的之后呢，我们需要考虑的内容就要更加丰富一些了，整体画面的一个聚散，以及呢它的一些出枝的规律出枝的方向，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再有一点呢，我们画尺寸稍微大一点的梅花作品的话呢，还需要考虑一点，就是说主枝干我们知道主枝干是比较粗的，那辅枝干一些旁枝是比较细的。那还有一个比较适用于木本植物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大尺寸的作品往往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它主枝干就是粗的地方，粗的枝干把它画的墨色浅一些，细的枝干呢，把它墨色画的重一点。比方说呢，我们这幅作品就可以适用这个原理，画出来的效果呢会更加的自然一点，也是呢寻找了一个阴阳的变化。那我们开始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概先找一下感觉从这儿一个小枝这边的话呢是一些主枝这儿是一个主枝。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就可以笔尖上注意笔尖上调浓墨，一定要注意是笔尖上调浓墨，然后这个墨色呢不要让它太浓对吧？笔尖的墨色也没那么太浓，把它调的稍微细一些，稍微浅一点，然后呢来画它的这个枝干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的主枝干先画出来。这儿有一个主枝干这样带有一点弯转的感觉。用笔的话呢，可以中锋或者是呢，你像画这种粗的枝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中侧锋并用去画它。就从这儿长出这么一个枝干，中间呢带有一些错笔的感觉。你看，从这儿是一根主要的枝干，然后从这儿因为有了一个错笔的动作，那么从这儿的话呢，相当于这个树断开了，树枝断开了，从这儿呢又长出来一个比较小的小的枝干小的旁枝。那么这儿的话呢又断开了，又断开之后，我们上面就又可以长新的梅花枝干了，对不对？那我刚刚讲了，主枝干我们用的墨色稍微浅一点，稍微淡一点，然后小枝干的话呢要画的稍微重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调一个墨色，这个时候笔尖上的墨色呢可以适当调的浓一些了。好，调的浓一些之后呢，开始画它的小枝干小枝干我们还记得之前的讲的穿插结构吗？从下往上画也行比方说我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都可以的就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绘画的习惯去画它就行。小枝干要从这儿长上去，一定要注意，不是断开的，是要按下去，按下去和它真正连接在一起，长在一起的感觉，这个梅花枝它才生动才好看。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规律来着？我们要做到一个三角形的穿插结构，对不对？看，从这儿也长出去，这儿是不是分割了一个三角形分割的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分割的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三角形。那这样的出来的效果呢，它就是生动的。再往后面接着长，那比方说我们这儿还想再长一个梅花枝，有没有发现这儿又是一个三角形对吧？又是一个三角形，不断的进行三角形的分割结构，那么出来的效果呢，它就更加自然。这个枝从后面绕过来，绕过来之后又从这儿长出去了，是吗？这种翻转感表现的就非常的丰富了。那感觉墨色有点浅了，我们继续调一点点的浓墨。这边我们再来上一支这边是一个主的一个趋势，朝上主要的一个势。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想要画上它一个旁枝的比较调皮的那种枝干的感觉，我们可以让它从这儿长出去一枝也是一样从这儿再长出去一枝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整体的趋势还要往回收，不要让它跑得太偏整体的一个势呢还要往回收一收。
啊，再往上面长啊，这边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让它太孤零零的、太孤单嘛。哎，不断的分割这些啊小的三角包状的感觉就可以了啊，加上一些旁枝，加上一些小枝。那么再往下接着画，这样的话呢，主枝干这儿显得是有点空的。看上面很丰富这些枝干，但是下面这儿呢却显得稍微有点空。那空的情况下呢，我们下边也给它补上一些。这儿呢，我们再加上一支小枝，看这个枝干是粗的，是一根老枝干。那么下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画一根新枝干，一个小的新的枝干。那么画新的枝干的时候呢，就要和老枝干产生对比变化了啊。新枝干要画的呢稍微的重一点，墨色稍微重一点啊。从这个老枝干的后面，我们长出这个枝。从这个老枝干的后面啊，穿插出这样一支新的梅花枝，这儿也是一样，穿插啊，穿插它一下，对不对？分割这些三角形的结构啊，分割它，很自然的去画它。那这样的话呢，底下的这块呢也就比较丰富了啊。当然这边我感觉还是空点啊，再加上一些小枝儿，给它丰富它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它就有了一个阴阳的对比。前面这根主枝干粗，后面这根小枝干的细；前面这根主枝干浅，后面这根主枝干墨色是比较重的。那这样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好多的阴阳变化。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话呢，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画面当中已经出现了聚散的变化。这边枝干小枝干比较多，比较密啊，上面的小枝干呢，对吧，也比较密，但中间这些主要以粗枝干为主，是比较稀疏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画梅花花朵的时候啊，下一步我们就要画梅花花朵了嘛。画梅花花朵的时候呢，也要参考我们出枝的这个规律，哪个地方多，小枝多，我们画的梅花花朵呢，就让它更加密集点；密的地方让它更加密集点；稀疏的地方呢，让它更加稀疏一点。疏密要拉开差距，要拉开层次感才可以的。那我们画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枝干上啊，点上它的一些胎点啊，在这些枝干的旁边啊，点上一些胎点啊，增加枝干的它的一个层次的变化啊。增加一些层次的变化，好，那就可以了。该调整的我们调整它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它的梅花花朵了啊。梅花花朵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先调一个颜色，这个我们可以调一个，比方说我们画红梅的话，那就可以调一个曙红颜色，然后呢再调一个胭脂颜色啊。那么这个颜色啊，我和大家说啊，画梅花的颜色不只是有这一种啊，它有好多种方法的。那比方说还可以用到一个什么颜色呢？我们今天啊再加一个颜色，更加复杂一点的，还可以用到什么颜色呢？一个朱标色啊，也是可以用的。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先画一些比较重的颜色，先画重的地方，浅的花瓣呢，最后再画它。还是一样，调颜色，先调曙红颜色，然后呢，再调笔尖上，大家注意是比曙红调到大概1/2的地方啊，我们用的是点墨成金大号啊，这个调到中间1/2的地方，然后呢，胭脂颜色笔尖上调一点点就够了啊，不要调的太多，笔尖上调一点胭脂就够了。那么我们开始画它，画的时候呢，要有正面的，有侧面的，对不对？那正面的花呢，我们画在什么位置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留空白的啊，我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不留空白怎么去画这种花儿。画的时候呢要注意笔上的颜色呢要调的浓一点，对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的毛笔当中这个颜色其实是调的非常浓的。这种非常浓的一个状态下呢，它是可以把这些枝干部分地方呢是可以盖住的。即便是盖不住，那么呢我们也选择这些比较细的枝干去画一些正面的。我们来画一下，看1、2、3、4、5啊，记住回锋型笔啊，要有回锋的感觉，花瓣要圆润。好，这样去画它。这样去画它的话呢，虽然有枝干能露出来一点点，但是最后啊，我们点上花蕊的时候，它的枝干已经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不明显了。所以说，我们不留空白也是可以画的啊。一些大的作品当中可以留，有些小不太大的，就是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尺寸啊，有些地方呢是可以直接先画上枝干，最后呢再用这个非常重的红色给它压住，包括粉色的梅花也是可以压住的。粉梅啊，它由于加了太白，也会很轻松的压住啊。红梅的话呢，它这个颜色本身就很重，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画，这边是一朵正面的，再往上面去的话呢，它这儿啊，是不是要加上一个第二层次的呀？啊，再往这边来，这儿要不要加上一个侧面的，对不对？两笔小的啊，后边3笔的话呢是比较大的，加上一个侧面的。哎，这边我们要不要加上一个含苞待放的小花苞呢？啊，即将开放的小花苞的形态。哎，我们继续呢围绕枝干去画它啊，大家注意啊，我画的呢全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枝干去画，不管是花苞也好，还是呢一些半开的一些花也好，围绕枝干去长，围绕枝干去画。那么再往后面去画，这个时候呢，笔上的颜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干燥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呀调点水分。那调点水分，大家感受一下，调完水分之后，它这个颜色变得浅了。颜色变浅之后呢，会给人感觉这一部分局部它是具有层次感的。我们再调一点水分啊，笔尖上少量调点水分。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朵花是不是变得更浅了？对吧？有深有浅，画面呢它就更加有层次感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重新调颜色，我们先把重颜色的梅花啊，先把它完成它，还是调曙红啊，笔尖上呢调点啊这个胭脂颜色。那比方说这儿，我想画上一个侧面的一朵花，哎，这儿是一朵侧面的，哎，这边的话呢，侧面的后面啊还有一些小花，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些啊侧面的小花啊，5笔画出一朵花就行。然后呢，还有一些啊是这个远处的一些小花苞。注意，我们真正在画一幅成幅作品的时候呢，画的时候要自然，要随意一点。其实呢，看似是在画花，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全部是在画花瓣。一笔一笔的全部是在画花瓣，只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画了3个花瓣，有些时候呢，我们画5个花瓣。那么画5个花瓣呢，我们是画的正面以及侧面的；画3个花瓣的时候呢，我们是画的呀一些花苞的形态啊，甚至画1个花瓣的时候也是画的花苞的形态。哎，把它呀刻画出来，点出来啊，感觉太浓就加点水分。有些花瓣比较大啊，有些花瓣呢比较小，整体的花瓣呢要比较圆润，注意有大有小。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好，继续刻画它。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感受到，这边是一组，这边是一组，这边的话呢又是一小组啊。这边画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因为这个枝儿是一个比较破的一个枝儿啊，比较不是那么太顺溜的一个枝儿啊，它比较调皮的一个枝干是吗？这边的梅花要画的少一点，要画的精啊，要画的少。比方说我们画一个，哎，接近于背面的梅花啊，也是5个花瓣，点上它这么1、2个小花苞就够了，不要点太多。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画
啊。这边的话呢，这个枝儿是比较多的呀，我们要不要给它多加上几朵花呢？看5个花瓣，一个侧面的，这边也是一样啊，加一加它的一些花瓣，一些侧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些小花苞的形态，围绕这个枝干去画它。围绕枝干去画它。想要画一些浅色的，调一些水分进去。再有一点呢，珠标色我们什么时候用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开始加珠标颜色了。珠标颜色呢，它也是红色系列，但是它这个红啊是比较暖的啊，它的红呢也是比较浅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笔尖上调点珠标色，分出画面的一个层次感啊。当然这个珠标色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用钛白色去替代啊。调点这个珠标色，然后呢，把它这些啊需要变得更加密集的地方，我们可以呢用这种带有珠标颜色的红啊，给它丰富它，对吧？像这些地方，这儿我也想变得连接起来，把这一块连接起来，但是呢，我就不想连接的那么明显，来点珠标的这个淡淡的红色，发黄的一个红色，把它呢丰富起来。丰富完之后啊，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层次变化，有些花瓣啊是在第一层的，有些花瓣呢是在第2层，比较浅的，比较淡的。那这个珠标大家注意啊，不要加的太多，少量加一点就行。有些时候呢，甚至这个珠标呀会变得非常浅啊，水分加多一点，珠标颜色呢少加一点。好，这样去刻画它。这样画完之后，尤其是等干了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层次感啊，非常明显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啊，包括像这些地方，我不想让它变得那么太突出啊，可以呢用这个浅色的梅花花瓣给它画一画，就可以了，对吧？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刻画细节的环节了啊。这幅作品的话呢，大的感觉就已经出现了。那接下来呢，刻画细节，刻画细节就比较关键了啊，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我们需要静下心啊，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完成啊。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在画之前，你像我们这些地方有空白是吗？这些空白啊，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那个珠标，淡淡的珠标把它填一下啊。当然。我今天呢我就不再填了，因为填完这是2种画法，我只是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有时候呢，你像大家看到的一些梅花作品当中，这个它不留这个白，全都把它涂满啊。如果说你也想画那样的效果，那么呢是可以用一些淡淡的珠标，把这些空白呢给它填补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画画它是一个非常放松啊，一个非常灵动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呢，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或者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呢，去进行改动啊，进行变动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小号的毛笔了，小号的小楷笔，然后呢，我们开始进行一个调花蕊的颜色啊。花蕊的颜色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胭脂啊，加点墨就行。胭脂里面少量的加点墨，调成一个胭脂墨的这样一个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花朵嘛，画的是比较重的，所以说花蕊点的时候呢，要比这个花朵呀画的还要重一点，包括花托都用这个颜色就够了。调完这个色之后呢，刮一刮，在这个盘子边缘啊，我们轻轻的刮动它一下，不要让它水分太大。好，那么我们开始画它的花托。花托的话呢，看1、2、3，是不是啊？连接到枝干上，1、2、3，这些呢，把它的花托给它加一加。那这个情况啊，这一个小局部我们需要注意，成幅的一些尺寸大的作品，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了，就是说呢，它的一个变化其实是可以画的很丰富的。就像这个局部，我们是把它画成花托了，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不画花托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画成花蕊的
点上花蕊之后，像这儿，我们把它点成花托，那么它就是一个小花苞。如果说啊，我想把这儿呢加上一个层次，哎，加上一个第2层次的这样一个花儿，那么呢，我们加上花蕊，它就变成花了。其实画洗衣画是一个非常自由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可以随着自己心情发生变化的。哎，把它的这个花蕊丝啊，都给它点上去啊，都给它点出来啊。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啊，刻画它，包括这边啊，它是一个小花苞。那么你说这个小花苞，我们能让它稍微盛开一点吗？没有问题啊，加上一些蕊丝，它就盛开了啊。所以说画画的话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事儿。大家呢一定要在学画的过程中啊，要慢慢的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审美。我给大家讲的这些，虽然我是在示范作品，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在画的时候啊，当大家自己在画的时候呢，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在其中啊，不要一笔一画的去照抄，而是呢，要把这些方法呀运用起来。就像这个地方可以这样画，也可以那样画。那么大家呢，这个时候要思考呀，我哪样画，我怎么画，它会变得更加的好看啊，会更加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审美。哎，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么到了后面的内容的话呢，大家才可以把这个国画呀真正的学到手啊，真正看到一幅梅花的时候，看到一个梅花枝的时候，那我们真正的才可以创作出来，对不对？审美很重要的。像我们很多时候，临摹的作品，如果说太多，就慢慢会把这种审美呢给模糊化，甚至把自己的审美呢给丢掉啊。这再想去创作，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了。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审美的，把这些啊加一加，这些胎点也给它简单的一带一加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往下推啊，也是一样，这些地方点上它的花托。注意花托点的要稍微大一点啊，因为有些那个我们尤其是初学者会遇到一些花托点的小的问题，就是不敢画啊，不敢加，不敢把它画得很大啊，认为它会晕开。实际上呢，我们墨里面加了胭脂之后，它这个胶性会变得很大，它不会晕得那么太开，对吧？包括我点的其实很慢的，大家看我画这个花蕊慢悠悠的是吗？但是为啥也不晕呢？哎，因为啊，颜色当中比墨里面胶性更大，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太着急，慢悠悠的去点它啊，这样点出来的点呢，它更加的有力量感。感觉没颜色了，我们再去调一调啊，胭脂少量的加点墨，调成一个胭脂墨。用笔的话呢要稳啊，要有一种书法用笔的感觉，就是说呢要力透纸背啊，给人感觉我们画的时候呢要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啊这个，我们这个手呢啊好像这个毛笔啊好像能把这个纸呢给它戳透一样，要有这种感受啊，这也是画画的一个感觉。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细节啊。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偏侧面的花啊，中间是雌蕊啊，周围的话呢是一些蕊丝，然后呢再是雄蕊，对不对？那么这边花瓣比较大，我们呢蕊丝也就比较长，点上它的花蕊。这边也是一样，它是一个第2层的，所以说呢，雌蕊没露出来，只能看到一些雄蕊。这边是它的一些花托，它的一些小花托。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大家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要潦草，不要草率。我们画的时候呢，要细心啊，细心去画它才行。尤其是在
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画的特别快，每个地方呢我们都要考虑到才行，要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去，不要丢掉一下。像这些地方，我们是让它长成花呢，还是长成花苞呢，还是这种像这种半开的一个态势呢？我们要分析它。像这些地方完全可以把它画成花苞，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画成刚刚张开的一些状态，对不对？其实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想法去画的，包括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花瓣，会感觉它就是一个含苞待放的感觉我们画的时候，真正画的时候呢，可能没想这么多，但是画完之后，我们要进行思考思考完之后，感觉很像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就加上一些花蕊，包括这个，你说这个把它画成花托没问题，这儿是一个大花苞，这两个呢是两个小花苞，你这样去理解它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如果说我想画一幅特别盛开的梅花，全部都是接近盛开的梅花，那我在这些地方我加上一些花蕊，可不可以呢？完全没有问题我做一个示范就是大家在自己的画面当中呢是可以自行添加的，因为写意画嘛是画不了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主要是看老师课上的一个感受能画的最像，能画的非常像是吗？那是好事儿，画不了一模一样那么大家根据这些细节的地方呢，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画面情况去进行调整，去进行修改就可以了。你说我这儿我画了3个小的是吗？那么你画的时候你画4个，画5个，甚至说我这儿丢掉了，可以吗？没有问题多那么几个花瓣，少那么几个花瓣，没问题。整体的一个大画面的感觉对就够了，整体的聚散构图，然后呢单独看你的花瓣的时候又没有问题，又圆形的对吧？偏圆的，一看是梅花那就够了。画画嘛要灵活，因为画画我们不是像研究科学一样更多的呢是像研究哲学一样是像研究这种我们的要有一种哲学思维，辩证的角度去看它。我们继续往下画，感觉没颜色了，我们再调一点胭脂墨。带点连笔的感觉前面我给大家画的比较慢是吗？真正创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稍微提点速的前期大家要慢一点手要稳一点，画的熟练之后就可以呢按照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可以稍微的快一点了，对吧？快了之后呢会有一种连笔的感觉加上去，这边也是一样，看这边，这个是一个纯侧面的梅花，对不对？把它加一加，这边也加一加。那么一些小细节，即将开败的一些梅花的感觉一些没开的一些小花苞的形态，可以呢顺势加上一些小枝干都是可以的。好，那么还有一边我没有完成它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背面的，不画成正面的了。我本来想画成正面的是吗？但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思考嘛，不要停下思考，要一直思考。感觉这个地方如果是画成背面的，它可能会更加有趣一点，更加好玩一点
哎，那么呢，我顺势就把它点成花托了，啊，把它点成这种朝背面开的了。哎，整体画面的话呢，会显得更加生动有趣一点，也是在找变化嘛。因为这幅画面当中，我们没有画背面的花，显得总感觉少点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把它画成背面的。好，那么这样的话，一幅梅花的作品的话呢，我们基本上画到这儿就可以算是结束啊。但是你像我们还可以再调整一些细节，比方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胭脂墨再加上一些什么呢？加上一些小枝干，像这些地方啊，它花嘛，它上面它不是说开完花上面它就没枝干了，有些地方呢，它还有一些小枝干是吗？我们可以少量的添加它一下。有些地方局部加上一些小枝干啊，为了就是增加画面的一个变化啊，增加画面的一个穿插，不要加的太多啊，局部加一加，不要每个尖上都加。有些地方呢就是花苞长完之后没枝干了，有些地方呢看还突出一些枝干，显得它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层次感，或者感觉一些之前画的一些枝干呀不好看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啊、缺少穿插的地方，看。简单的进行添加，进行调整啊，简单的局部调整它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再提上字。题字的话呢，我们就提一个傲骨，也比较符合梅花的一个精神。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扣上印章。好，那么这幅梅花的作品啊，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多多进行创作。这种红梅啊，包括粉梅，你比方说我同样的构图，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粉色的梅花呢？对吧？粉色的梅花啊，用这个太白加曙红，同样的构图可以进行变化的，包括把它画成腊梅，黄色的是吧？把它画成那种绿色的梅花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其实这些地方呢是有点结合粉梅的感觉啊。虽然咱没画粉色，但是呢这个红色调的浅了，哎，包括呢红色里面咱少量的加了一点朱标色啊，给人感觉啊就是一种粉花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增加画面的一个层次感。有些重的在前面，有些呢浅的，给人感觉视觉上会有一个层次的空间变化啊。那这也是我们国画的一些处理手法啊，以及呢它的一些达到的一些效果。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